川普为什么不应该炒掉鲍威尔？美联储为什么是美国的第五权分立？为什么让美联储保持独立那么重要？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我们来说川大统领最近又闹出的一个新闻啊，他又双若浊，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杠上了。最近啊，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真相平台上火力全开，指名道姓的炮轰鲍威尔，说他降息动作实在太慢，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太迟的鲍威尔。他抱怨说欧洲央行那边都已经降息好几次了，你鲍威尔怎么老是又慢又错呢？还放出狠话说鲍威尔下课越快越好，赤裸裸的威胁要炒掉这位美联储掌门人。美国总统这么指着鼻子骂美联储主席，还要把他给开了，川普可以说是又创造了一个活久见的名场面。而鲍威尔这边呢也不是吃素的，他正面硬刚了回去。他表示我这个位置是法律赋予和保护的，总统你没权随便解雇我，除非我犯了什么渎职违法的大错。鲍威尔在这里引述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叫做汉弗莱的遗嘱执行人诉美国案。这个判例规定啊，美国国会设立的那些独立机构的负责人在任期内只能够因为正当理由而被免职，总统是不能够因为看不顺眼或者政策分歧就随便炒人家鱿鱼的。那么现在的局面就是一边是总统咄咄逼人，一边是美联储主席寸步不让，这两人的隔空互怼啊，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政策分歧，但背后其实牵扯到一个对于美国乃至于全球经济都至关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美联储或者说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那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个来聊一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它必须要保持独立，它的独立性又有多重要。说到权力的制衡啊，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三权分立啊，立法、行政、司法，谁也别想一家独大。后来呢，大家又把那种敢于监督政府、报道真相的新闻媒体称为第四权。其实在这四权分立之外啊，还有一个重要性几乎不亚于他们的第五权分立，那就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就是要把掌管印钞机、控制货币水龙头的这个权利独立于那些短期的政治干扰之外。那为什么央行的独立性这么重要呢？想想看啊，如果政府领导人能够随随便便让央行开动印钞机给自己钱花，那还需要什么国会来批准预算吗？那不就是我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吗？前英国央行副行长保罗·塔克就曾经警告过，要是没有央行的独立性这道坎，那么那些总统们、总理们就能够绕开立法机构，印钱来搞自己的各种小项目，印钱来讨好和收买自己的支持者。就算不是那么极端，一般的政客也是目光非常短浅的，他们往往只盯着下一次选举。比如在选举之前，他们就非常想要压低利率来刺激经济，让大家感觉日子好过一点，这样自己的胜算就大嘛。那这些做法呢，很有可能是会在短期内让市场出现短期繁荣的，但是代价往往就是未来的高通胀。所谓印钱一时爽，明天火葬场。比如历史上有很多的独裁者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央行变成自己的提款机，乱印钱，最后往往就是弄得国家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而那些独立的中央银行家呢，理论上来说就应该更像是一个冷静的专业人士，他们的任期往往比较长，不用过多的去考虑眼前的政治风向，那么他们就可以基于经济数据和长期的目标来做出一些当时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是长远来说对国家有利的决策。比如说在经济过热、在通胀抬头的时候，果断地泼一盆冷水下去，加息给经济降温。所以呢，现在全世界大部分发达民主国家都有一个共识啊，那就是央行得有自主权。政府可以给央行定大目标，比如说控制通胀，比如说促进就业，但具体应该怎么干，用什么样的工具，是调利率啊，还是印钱呢，还是干别的呀？这些得让央行自己说了算。而且大量的研究也都证明啊，央行越独立的国家，通胀往往就越低，经济往往也越是稳定。所以呢，我们把央行的独立比作第五权分立啊，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它就像是一道制度上的防火墙，防止印钞权这个大杀器被那种短期的政治利益绑架。它和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一起，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支柱。所以呢，川普跟鲍威尔的这场争吵啊，绝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不对付而已，这搞不好是要动摇国本的。那么美联储今天能够硬刚美国总统，这个独立的范儿是怎么样炼成的呢？
那下面呢就是美联储的一个极简历史啊。美联储是1913年成立的，是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创建的。为什么当时要创建它呢？因为在那之前啊，美国老是闹金融恐慌，银行动不动就被挤兑到倒闭。大家觉得这样下去实在是不行啊，得有一个中央机构来管一管货币，以及必要的时候作为最后兜底的那个人。而美联储一开始的设计就很有意思，美联储不是纯政府部门，也不是纯私人的公司，而是一个公私合营的混合体。它既有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的理事会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代表公共利益，同时呢，它又有各地私人银行参与组成的地区联储银行，这一部分反映了市场的声音，它可以说是公共利益和市场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混合体。不过早期的美联储可没有现在这么独立，特别是一打仗的时候比如说二战那会儿，为了帮助政府低成本的借钱打仗，美联储基本就成了财政部的小跟班，财政部说利率必须定在多少，美联储就得照办。然后仗打完了，通胀起来了，美联储想收紧货币，但是手脚还是被财政部捆着，动弹不得。终于到了195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美联储和财政部签了一个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一句话，那就是以后你们财政部借钱的事归你管，我美联储调控货币的事情归我管，咱俩分开，你没有权利命令我。这个协议才是现代美联储独立运作的真正开端。美联储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算是挺直腰杆，从这以后他们主要就是根据经济状况，而不是政府借钱的需要来决定是加息还是降息了。后来呢，美联储的独立性在法律层面上也得到了巩固。比如说，美联储理事的任命长达14年，而且是交错任命的，也就是每个理事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到期离职的。这样一来呢，就能够避免一任总统把所有的理事都换成自己人。而且法律还规定总统不能够随便开除理事，除非有正当理由，比如说他渎职了，他犯罪了。这就给了美联储官员一层护身符，让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不用看那些政客的脸色行事。当然，美联储的独立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就曾经屈服于尼克松总统的压力。尼克松担心加息会影响他自己连任于是就私下里让伯恩斯在选举之前别收紧货币。伯恩斯照做了，结果就导致美国70年代的通货膨胀像脱缰野马一样失控，经济陷入到滞胀，就是经济停滞加通货膨胀。后来伯恩斯受到很激烈的批评说他就是因为不够独立，没能够及时给经济降温，才酿成了这种大祸。这个反面教材给美联储的口碑造成了非常致命的打击。所幸的是，后来一位狠人接替伯恩斯上台，力挽狂澜，彻底翻转了美联储的口碑。这个狠人呢，就是被认为是史上最佳美联储主席之一的保罗·沃尔克。沃尔克1979年接手美联储的时候，美国被接近15%的恶性通胀搞得焦头烂额。而沃尔克上任之后，二话不说，直接祭出了最凶猛的休克疗法。他把美国的基准利率一路从11%左右猛加到接近20%。今天的美国基准利率才4点几很多人就已经借不起钱了，可想而知当时的20%的基准利率有多狠。那时候很多企业贷不到款，老百姓房贷利率飙升经济立马就踩了急刹车，陷入到非常严重的衰退，失业率一度飙升到接近11%。你想想当时沃尔克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当时有农民开着拖拉机到华盛顿抗议，国会议员天天骂他，连他的一些同事都觉得他下手有点太狠了。也有人像今天的川普这样公开呼吁他下台，但是沃尔克不动如山硬是扛住了所有的压力。他坚信如果不先把通胀给摁死，那美国经济就别想好。结果呢，事实证明沃尔克是对的。到了1983年，美国的通胀率真的从2位数被压回到了3%左右。虽然经历了短期的痛苦，但是美国经济从此就走出了滞胀的泥潭，迎来了接下来几十年的低通胀和稳步增长。沃尔克的这一次铁腕抗通胀后来被大家当作是央行独立性的伟大胜利。正是因为它有独立性来做后盾，才能够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做出当时看起来很不受欢迎，但是长远来看却是正确的决定。这是美联储独立性的一个经典案例而另外一个经典案例大家可能就更加熟悉了，那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大救市。
如果说沃尔克展示了独立性让央行敢于猛踩刹车，那么伯南克就展示了独立性让央行敢于在危机的时候猛踩油门。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金融海啸开始席卷全球，美国银行体系摇摇欲坠，市场信心崩溃，眼看就要重演1929年的大萧条。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扮演了救火队长的角色，他们干了一系列当时看起来惊世骇俗的操作。第一，把利率光速调到接近零；第二，开启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也就是央行直接下场印钱买国债、买房贷证券，给市场注入海量的流动性；第三，动用紧急权力给快要倒闭的那些金融机构提供巨额贷款，几乎每一个都是极限操作，争议非常大。很多人骂美联储是印钞救市，用纳税人的钱来给华尔街大佬擦屁股，担心未来会引发恶性通胀。国会里有很多议员给伯南克施压，警告他不要乱来，但伯南克也都顶住了。他坚持认为，如果不采取这些非常规手段的话，那金融体系当时就会彻底的崩溃，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后来的事实证明呢，伯南克的行动虽然也是有副作用，比如说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但是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防止经济坠入深渊的关键作用。如果说当时的美联储得看白宫的脸色行事，或者要等国会吵完架立完法再行动，那黄花菜都凉了。正是因为他们有独立性，伯南克才能够在危机中快速反应，当机立断。那讲完了几个正面典型呢，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反面教材。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就是因为央行没能够保持独立性，被政府当成了提款机，或者被当成了政治工具，结果就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有一个非常奇葩的理论，他认为高利率会导致高通胀，这完全是跟经济学反着来的，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想出来的。所以当土耳其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他就不停地逼央行降息，谁不听话就换掉谁。几年内换了3任行长，结果呢，土耳其里拉的汇率一泻千里2002年的时候，通胀率飙到 85.5%， 那这就是政治干预货币政策的直接恶果。再比如说米莱上任之前的阿根廷，可以说是高通胀的老病号了。阿根廷政府常年财政赤字，那怎么办呢？那就让央行印钱来补呗。央行呢也缺乏独立性，政府要钱就给印，结果就是货币疯狂贬值。比如说阿根廷曾经创下过2024年前3个月的年通胀率 287% 的记录。米莱竞选总统的时候甚至提出要废除央行，全面美元化，这么激进的纲领居然深得民心。还有一个更加极端的案例就是津巴布韦。2000年代初，前总统穆加贝时期，政府财政崩溃于是呢，政府就让央行拼命的印钱，结果就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吓人的超级通货膨胀。到了2008年，通胀率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多少呢？89.7乘以10的21次方，1后面21个零。他们最后甚至印出了面值100万亿的钞票，但是这张钞票连个面包都买不起。这就是央行完全沦为政治附庸的终极下场，货币变成废纸，经济总崩溃。我以前在上海一个旧书市场逛街的时候，买过一张这个100万亿的钞票，昨天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不然可以直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刚才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也都是从反面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多重要。所以呢，央行独立性这个看起来有点专业的理念其实跟每个人的钱袋子都是息息相关的，是现代经济体系里一道非常重要的防火墙，可以防止印钞权被滥用，可以保护货币价值的稳定和经济稳定。而现在川普威胁要解雇鲍威尔，等于就是把矛头对准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威胁到了美国的这个第五权分立。如果未来美国总统真的可以因为政策不合心意就随意撤换掉美联储主席，那市场会怎么想呢？投资者还会相信美联储决策的专业性和连续性吗？这对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我们并不是说美联储或者其他央行的银行家们就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是独立性是先决条件，先有独立才有可能谈如何保证和提升决策的专业水平。美联储又不是没有犯过错，而且呢，美联储的独立也不是说它可以关起门来为所欲为的，它现在本来就是需要接受国会的监督的，就是需要向公众解释自己的决策的。
在独立性和问责之间找到平衡，本来就是一个持续的课题。但无论如何吧，维护中央银行在操作层面上的独立性，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肯定总好过都听总统的。从1951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几乎成了美联储的非官方 slogan。他这样说的：美联储的工作就是在宴会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把酒杯拿走。意思就是在大家都嗨过头的时候，我得负责泼冷水，虽然非常的扫兴，但这是为了大家好。同样的，美联储虽然短期可能会顶撞总统的意愿，但长期却是在为国家经济把关。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啊，但至少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这样。而且目前为止的历史也的确证明，那些尊重央行独立性的国家，经济就是更加稳健的，民众也是更加受益的。政客们冷静下来想一想，应该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你对鲍威尔、川普吵的这场架有任何想说的啊，都欢迎留言讨论，只要我有精力都会尽量回复。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呢，请你点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志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